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4月21号，礼拜天。咱们今天呢聊两个新闻之后呢，就进入互动环节了。大家有什么高见或者问题呢，都可以贴在留言区。原来我们这儿的规矩呢是付费会员的问题会优先的回答，但是大家知道我这个频道呢，周五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被 YouTube 取消了一切的盈利功能，不能够再放广告，然后呢也不能够再有收费的会员。所以呢，所有的会员已经都被油管退订了。那么今天的问题回答呢，就是大家随机提问，我看到什么问题呢，就回答什么问题。如果大家想支持我们这个频道的话，请大家订阅我的会员节目，就是都是一些高知识含量的文化类的节目，相当于大学课程的内容啊，这个深度和它的这个就是内容。但是呢，就是我都是用那种非常浅显，但是又非常生动的故事来阐述一些深刻的哲学思想，所以呢，它既有趣味性，但是又有思想深度。链接呢就在咱们视频的下方啊，就是大家如果要订阅的话，那将弥补我们在油管这个重大的这个收入方面的损失啊，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团队继续的运作。咱们今天聊的第一个话题啊，就是中央党校呢近日有一篇文章，再次号召全党警惕所谓的政治骗子，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呢可能又将矛头指向了身边的人。有分析指出呢，在6月份可能举行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将会放出大招，收拾正国级的政治骗子。根据吕奥的自由主义法学家袁宏斌从体制内获得的消息呢，他说，根据中纪委李希上台以后的一系列的举措，人们普遍的猜测判断，很可能这个政治骗子指的就是赵乐际。习近平对赵乐际的不满呢，似乎到了一种不加掩饰的程度。在两会期间，大家记得在两高做报告的时候，当时这个习近平呢指着两高的报告跟赵乐际讲了很长的时间，似乎在指出其中的问题。最后习近平合上报告的时候，还用手指敲了敲桌子，警告的意味颇浓。但如果说三中全会上会有什么针对赵乐际的举措呢，我在这儿还是想表示严重的怀疑啊。这个事儿咱们一会儿呢展开来说。第二件事情呢是跟 TikTok 有关。大家知道啊，这个关于 TikTok 这个禁令的事情啊，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了啊。在大概1个月之前呢，众议院就通过了一个关于禁止 TikTok 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呢，在送到参议院之后，参议院一直拖着不办。但这一次啊 ，TikTok 可能难逃这个两党在两院的共同的这个封杀了。为什么呢？因为众议院这一次通过这个禁止 TikTok 的法案呢，它是和援助乌克兰、援助以色列这个法案是绑定在一起的。虽然在表决的时候呢，是就法案的4个部分分开表决，但是一旦表决通过之后，所有4个部分将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法案提交给参议院。那么参议院呢，也就必须就这个法案进行表决。当然，他们可能会修改一些东西哈，但是把 TikTok 拿出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的话，如果他们要是做这种改动的话，那么还得打回众议院再重新修改，所以这个可能性呢相当的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参议院就不得不对这样的法案来进行表决。那么在表决的时候呢， TikTok 的禁令等于是跟援助乌克兰的这个法案就绑定在一块儿。如果援助乌克兰法案通过的话，禁止 TikTok 的法案就也会通过。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次 TikTok 可能难逃在两院通过的禁令，然后呢，拜登马上就会把这个法案签署啊，然后就成为正式的法令。其实呢，这个拜登已经等不及了哈，就是希望参议院本来是休会了，但这次呢专门回来就这个法案进行表决。拜登也是说，这个法案一旦送到案头，马上签署。美国现在啊，就是因为援助乌克兰的这个法案相关的这个对乌克兰的不管是这个钱还是武器方面的援助呢，已经被众议院挡了几个月的时间，让乌克兰现在的情况变得非常的严峻啊，就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呢，其实美国这边已经把钱和这个武器呢全都给准备好了，只要这个法案一签署，马上就运出去。所以呢，就是乌克兰在近期的之内，他们会得到大批的武器和大笔的这个援助，因为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这个拜登这个就是1000万字啊，比刚刚放下那边的这个钱或者是这个军品呢就可以运出去啊。所以由于这个事情如此的紧急，那么当然禁止 TikTok 这个事情的话，也就会跟援助乌克兰的法案同时会生效。那么现在这个 TikTok，怎么办哈？就是说它现在这个还能有什么样的出路？众议院呢是给了 TikTok 1年的时间啊，这个去寻找买家。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今天刊登了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的话呢，谈到了一份被法庭不当泄露的 TikTok 机密文件，这是机密文件，外边是一般是看不到的。
但是由于这个法庭管理不善啊，这个问题造成了这个文件的泄露。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我们一会儿来讲一下这个意外泄露的文件透露了什么样的 TikTok 的秘密。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们想感谢一下本期节目的赞助商 Surfshark VPN。您知道吗？就是根据英国调查权法，网络服务商呢必须保留用户的浏览历史和原数据长达12个月。如果被要求这些数据要提供给政府的机构，现在呢强制要求数据保留的国家还在增多，例如俄罗斯、巴西、意大利、丹麦、瑞典等等。在美国，网络服务商呢保留和出售用户浏览历史记录用以牟利也是被认可的。如果您不想自己的网络数据被收集和出售，那么上网的时候呢，就多做一个动作，就可以轻松的保护自己的网络隐私安全。上网前呢，打开具有军事级加密技术的 Surfshark VPN 啊，这样的话呢，您的网络流量就会被加密，而且呢会被重新导向另一个中介服务器，让这个网络供应商、网络管理员、政府机构呢或骇客都无法去读取您的这个浏览的数据。那么同时呢，这个 Surfshark VPN 呢还能帮助您在网上生成一个全新的线上身份啊，减少个人信息被收集和被盗取的这样的可能啊。这就是在生成这个怎么去生成这样的一个这个网上的这种 ID 哈。那么 Surfshark VPN 呢，这个就是有那种保护您的信息的这样的功能啊，同时的话呢，还能够减少您个人信息被收集和盗取的风险，然后您的收件箱里边呢也不会再多出很多的垃圾邮件。所以如果您也想拥有一款安全、私密、有效的这种上网的软件呢，或者是保护，那么您就点击我们视频描述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 TLTime， 然后呢就可以获得本节目的赞助商提供的独家优惠和额外3个月免费的服务。订阅一个账号呢是可以保护无线台的设备，30天内使用不满意呢是可以无理由的退款。那关于这个赞助商的信息呢，咱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聊第一个话题。4月12号的时候，中共中央的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呢刊文说，近年来在中纪委及国监委发布的查处官员的通报中，多次提到政治骗子。现在中央呢正加大力度打击结交及充当政治骗子的问题，要坚决铲除政治骗子生存的土壤。中央党校不断提到政治骗子哈，说明这个政治骗子的级别很高啊，惊动了中央。政治骗子呢，就是最开始这个引起我的注意是中共对傅政华的处理啊，就是免职和移送司法的通告上，当时是说这个傅政华公安部部长他说长期结交多名的政治骗子，但是呢，在通报中没有具体的说这些骗子都是谁啊，多名的话就不是一个人嘛。那么联想到政法系统落马的孙立军啊，包括刚刚落马的唐一军，可能都是属于这个政治骗子的范围之内的。唐一军呢，这个最近刚刚落马，他的上位呢，据说是由赵乐际推动的。因此呢，赵乐际也就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然后呢，也可能同时进入了习近平的瞄准镜。海外的自由主义法学家袁宏斌呢推测说，赵乐际可能是习近平的终极目标。赵乐际在网上其实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些传闻就是他和这个秦岭别墅的违建案件有重大的关联，然后呢说他跟恒大的案件也有重大的关联。恒大案件重大关联的话，就是从唐一军那边过来的啊。秦岭违建案的话呢，是因为习近平他的这个父亲习仲勋是这个陕西出来的嘛，就是当时跟着刘志丹，什么就是这一批人出来的，所以呢这个给习近平的爹啊修这个墓的时候呢。据说是找了一块风水宝地啊，但是呢，如果你要是在秦岭上修建别墅的话，就会压住那个龙脉啊，就是通向这个习近平祖坟的这个龙脉啊，所以当时习近平就要求秦岭去拆除这些违建的别墅。据说当时赵乐际是这个明着答应啊，但是暗里边抵制。这个事情传闻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我们只是通过一些迹象，我们推测有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就赵乐际和这个秦岭违章别墅的这个就是拆建案呢，就是这个拆除的这个案子呢是有关系的。那么现在呢，有一些分析指出说，6月份可能举行的中共2届3中全会上，习近平会放出大招就是收拾这个正国级的政治骗子。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他如果说有什么迹象，就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不喜欢赵乐际，因为在中纪委这个
20大被选出来新的一届中纪委之后啊，他们频频的拿下了赵乐际在以前的中纪委的旧部啊，和赵乐际在青海的旧部，有一些人是跟了赵乐际几十年的人啊，就那骆玉林就是嘛。但是呢，对于习近平是不是会拿下赵乐际本人的说法，我其实并不太看好。因为秦岭违建案呢，已经是若干年以前的事儿了，就20大以前的事儿。如果习近平因此对赵乐际不满的话，他完全可以在20大上让赵乐际退休，就在2022年的时候就让赵乐际退休，就像习近平让李克强、让汪洋、让胡润华退休是一样的啊。所以说秦岭别墅案牵扯到赵乐际，这个我觉得证据不足。第二个呢，就是说赵乐际作为一个正国级的官员，如果落马的话，对中共的形象震动太大。我们看到，其实从秦刚到李尚福啊，这个中央委员、国务委员、这个中央军委委员哈，作为秦刚跟李尚福，是习近平在20大的之前亲自考察、亲自提拔的人，但是他们相继出事儿，这就已经让习近平的形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中共到现在都不会对外公开说秦刚跟李尚福到底犯了什么事儿，甚至很可能呢，因此去这个推迟了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啊，以避免决定秦刚跟李尚福是不是应该被免除中央委员资格或者是中央军委委员的资格。连秦刚跟李尚福这样副国级的官员，习近平都有点讳莫如深。那么如果赵乐际被拿下呢，习近平就更加无法对外交代。如果你说这个习近平对秦刚、李尚福了解不够啊，就是在考察的时候这个跟他们谈了谈，这两个政治骗子把习近平给骗了。赵乐际他作为政治局常委，已经跟习近平共事5年的时间了，你不能说连赵乐际都不了解吧，对吧？你不能说20大的时候你让赵乐际进常委，那是习近平自己这个看人不准，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习近平拿下赵乐际，等于是对自己的伤害太大啊。就凭这一点，我觉得赵乐际也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实际上，习近平对王岐山也非常的不满。那我们看到这个王岐山的旧部也是纷纷落马啊，他以前的秘书在海航的啊，在这个什么建行的这些这个秘书也是纷纷落马，甚至王岐山本人的侄子，他这个姚庆嘛，都被这个警察找去谈话做笔录，但是习近平还是给王岐山留了这个面子。赵乐际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啊，就是说不管习近平对赵乐际多么不满，好歹也得让他做完这一届。关于这个是不是三中全会放大招这事儿，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哈。下面我们说一下这个 TikTok 的泄密文件。苹果呀，这个今天有一个，这个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哈，说苹果从中国区应用商店下架了 WhatsApp 跟 Threads。为什么我想这个谈 TikTok 说谈这个事儿呢？因为 TikTok 如果它不能够在1年之内找到一个海外的买主的话，那么可能就会面临着一个从苹果的应用商店下架的问题。那么苹果会不会把 TikTok 这个 app 来下架？我们就想做一个对比啊。那么就是说，在中国区，苹果遵照中共的所谓的法律的要求，就下架了非常 popular 的啊，就是这个普遍被大众所喜爱和接受的应用程序，就是 WhatsApp 跟 Threads。这个 WhatsApp 跟 Threads 都是这个就是 Facebook 母公司啊，这个 Meta 的应用程序。当时这个苹果呢就宣布他们之所以去尊重中共的这个命令的话呢，他说我们并不同意说要下架这2个 app 啊，我们也认为这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们有义务去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既然中共的网信办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下令去下架 WhatsApp 跟 Threads 啊，那么我们就照办了。为什么中共他不喜欢 WhatsApp 啊？其实不光是 WhatsApp， 还有这个 Telegram 啊，还有这个 Signal， 中共把他们在中国大陆区全都下架。因为呢，这个大家知道 WhatsApp 它是可以进行加密通信的，就是你发短信的时候的话，它是端到端加密的，等于中共看不到通信内容啊，不像是微信，中共是随时可以监控的。然后呢，像这个 Telegram 啊，像这个Signal 啊，这都是属于端到端加密的通信软件。当然，这个 Signal 它的这个保密性比 Telegram 还要好一些 ，Telegram 动不动就被人黑进去了啊。但是 Signal 的话呢，可能更好一些。再一个就是这个 Telegram 的话，它有这种社群交流的功能，是可以建群的啊，等于是有可以这个虚拟结社的这种功能。而且呢，就是当时在2022年20大之后，白纸革命爆发的时候，很多的信息都是通过 Telegram 群组传的啊，当然也可能还有 Signal 或者 WhatsApp， 但是 Telegram 当时是一个非常主要的 app。
大家记得当时白纸革命之后，就有中共的警察站在大街上随机的拦住人，让他们打开手机查看里边有没有 Twitter 和就是这个 Telegram 这样的 app 嘛。所以呢，这个中共他就出于这样的考虑，要求苹果在中国去下架 WhatsApp 跟 Threads， 那苹果也就照办了。换句话说，如果美国参众两院这个认为在美国应该封禁 TikTok 的话，那么苹果公司也必须遵守美国的法律。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未来的这种进展哈，就几乎我们看到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如果法律通过的话，那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余地了。但是呢，就是 TikTok 是不是会被下架，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事情，因为这个现在呢，法案中给了 TikTok 12个月的时间去寻找下一个买家。他们甚至比如说可能说快到的时候再要求国会再延长一段时间，给他们一些宽限啊，说我们现在正在谈，马上谈完了，但是还有一些手续没有办完，给我们一些这个时间呢。完了之后呢，他们还可能去兴起诉讼。这个诉讼的话，可能由 TikTok 的母公司啊 ByteDance 去发起，它也可以由用户或者是小企业主来发起，就是说 TikTok 是他们比如说谋生的手段，你下架了 TikTok 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在 TikTok 上带货了啊，我们的生活受到威胁了等等，就类似于这样的这个官司的话，会旷日持久，而且最高法院这个官司一定会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话，一般来说一个案子，它从决定接下来到判这个真正的聆讯，然后呢，在最后做出法庭的判决呢，通常都得经过1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就 TikTok 至少还有2年的时间在美国还能够去继续的运作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咱们说一下这个 TikTok 泄密文件这个事儿哈，这事情其实是宾州的一个法院那个自己的文件管理不善啊，然后把这个文件就给上网，上网之后的话，《纽约时报》呢就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好像是好几十页还是好几百页，他们就读了一下这个文件啊，就里边透露出一些 TikTok 成立的一些外界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外界关于 TikTok 创立的故事哈，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发生在2012年。TikTok 有一个投资公司叫海纳亚洲，海纳亚洲呢，它的这个员工啊，有一个叫做王琼的啊，他曾经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到，就是他在一家咖啡馆和张一鸣见面，然后呢，这个讨论这个 TikTok，当时这个公司还不叫 TikTok 哈，其实也不叫字节跳动，它有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张一鸣呢，当时跟这个王琼，就是海纳亚洲这个员工王琼在谈这个投资意向，包括这个产品构想的时候呢，他们在一块吃饭嘛，在咖啡馆嘛，张一鸣呢就把 TikTok 的产品原型的构想画在了一张餐巾纸上啊，这是一个关于 TikTok 成立的一个故事哈。但是实际上呢，法庭泄密的文件显示 ，TikTok 最初成立的构想啊，整个这个公司它的产品的构想呢是发生在2009年，而不是王琼所说的2012年。2009年呢，当时有一个这个投资人啊，叫做 Jeff 亚斯，这个人现在已经是共和党的一个大金主了，他的公司叫做海纳国际。这个海纳国际集团呢，当时在中国投资了一家房地产初创企业。大家能够想象吗 ？TikTok 最开始成立的时候，一开始这个干的是房地产啊。这个房地产呢，当时叫做99房。这个99房，它这个做的工作哈，是把要买房的人和理想的住房匹配起来。像这样的软件，其实在美国早就有了，像这个就是地产商经常用的那个 Matrix 啊，就是做这样的匹配的。然后呢，就是现在像美国这个 Zillow 啊，就是还有很多就是这种什么 Home Database 什么之类的，都是把那个房子呢都列在这个网站上，然后呢供用户输入一些他们想要的条件，然后搜索出相关的这个他们可能会选择的这个住房。那么这个99房呢，一开始就是作为这样一个房地产公司，它等于是把这个卖家买家在这个地方连接起来，但最后呢，这个99房以失败告终了。这个99房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哈，以及后来的搜索技术就出现在海纳的投资的另外一家企业中啊，这个企业的话就是字节跳动。所以其实字节跳动现在被人告哈，就是说他们当年偷了这个99房的。99房是个公司哈，偷了这个99房的技术啊，所以这个官司的话呢，现在就打到这个在美国这边在打这个官司。那2005年的时候，海纳国际集团啊，就是 Jeff 亚斯的这个公司呢，就为了投资中国初创公司，就成立了一个中国子公司，就叫做海纳亚洲。它最开始
最开始投资的一个项目叫做酷讯啊，这个酷讯的话，重点是一些招聘信息、住房广告和旅游。这个时候呢，才20岁刚刚出头的张一鸣就成为了海纳亚洲，就相当于他的中国子公司哈，建立了酷讯网站的技术总监。当时海纳亚洲就认为张一鸣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才，但是呢，张一鸣没有在这个海纳亚洲待很久，他就从公司跳槽了啊，跑到微软。到了2009年，海纳准备将酷讯的房地产部拆分成为一个独立企业99房的时候，就又把张一鸣给挖了回来，然后让张一鸣呢就成为了这个99房的首席执行官。所以张一鸣一开始是卖房子的啊，就是当然他不是真正具体的卖实体房啊，他是把房子和这个买房的人啊给他勾起来啊，是这么干了这么一个事儿。但这个99房后来没有成功啊，就很快就破产了。而张一鸣呢对这个房地产不感兴趣。张一鸣他学习了这个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生平的时候呢，这个以后啊，他就很崇拜乔布斯嘛，他就给海纳亚洲的这个电子邮件就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啊，这里边他就提到说，他需要改变职业啊，他说随着人们大量的购买手机，社交媒体行业的机会不断涌现。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就是 Facebook 刚刚出现，YouTube 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张一鸣这个时候已经发现社交媒体可能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那其实呢，这个海纳在多大程度上引导了张一鸣的职业生涯，从来都不是字节跳动故事的一部分啊。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海纳到底是海纳这个公司本身要干这个呢，还是说张一鸣自己要干？但是从现在透露出来的文件看起来的话呢，是张一鸣自己要干。也就是说，张一鸣当时自己产生这样一个想法之后呢，他寻求海纳这个公司的理解，海纳是个投资公司哈，去理解和许可他离开这个99房，去开创一个新的公司。当然，张一鸣一开始建的公司并不是这个字节跳动啊，也不是现在的 TikTok， 他当时建了一个就是 App 叫做内涵段子啊。他这个开发的这个内涵段子啊，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构想，就是过去呢都是想办法让用户怎么才能够找到他们喜欢的内容啊，比如说用户去搜索一个东西啊，然后就怎么样把这个搜索到的，根据用户的这个搜索的倾向的话，向用户推荐一些内容。但是呢，张一鸣不是这样的，张一鸣他是想让通过跟踪用户的行为，预测用户的兴趣，然后呢去构建他看的一些东西的相关性啊，然后的话去比如说给这个人做一个定位，然后的话呢，把一些用户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完全都不知道的一些内容，但是他可能会非常感兴趣的内容推到他的面前。所以大家知道哈，就是说它不是根据这个就是用户的搜索啊什么之类的去让用户去找到去找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而是他主动的根据他们对用户的了解，把这个一些相关的这个视频呢或者一些内容推到用户的面前。所以他从创立之初开始的话，他就等于是要控制用户到底能够看到什么。而不是等于是他们通过这样的一种算法在重塑用户到底能够看到什么，而不是让用户自己选择，比如说他想看到是什么样类别的内容。所以这就是这个 TikTok 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可怕的地方啊，就是等于是他们在重塑用户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而不是去强化用户对这个世界主动的看法。那比如说我现在在搜索买玉啊，然后的话你可能就会把各种各样的玉器的相关的东西推给我，是吧？那是我自己主动的选择，然后呢你再通过这些方面的话来推给我一些我想看，就是这个我选择的这个内容相关的内容。但 TikTok 不是 TikTok， 比如说这人买玉，那这个人的话他大概会喜欢这个古代的舞蹈，我乱说的哈，那他就可能就会把这个古代的舞蹈推到这儿啊。他喜欢古代的舞蹈的话，他可能也可能会喜欢，比如现代的某种舞蹈。完之后的话，再把现代的某种舞蹈推给他，就类似于这样。就是说 ，TikTok 其实不是在根据你的选择来给你推内容，而是他猜你会喜欢什么，然后呢把相关的内容推给你。而且因为他猜的越来越准，越来越准，就是因为他对于人性的这种摸得越来越透嘛。对于这个大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喜欢玉的，通常来说都会关联喜欢，比如说看这个时装秀啊，我就这么乱说的哈，那他就会把这样的东西推到你面前。也就是说，他通过这样的方法去
甚至挖掘出你原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欢的内容，然后重塑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就是 TikTok 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哈。那这个可能也是美国认为 TikTok 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发动一些信息战啊，或者是重塑美国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由此对美国产生这种国安方面的威胁啊。这就是现在美国为什么想禁止 TikTok 其中的原因之一。跟大家聊这个今天就是这个新闻，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哈。最后呢，我想感谢一下，香港的一位先生啊，就是他不想透露姓名了，还有塞尔维亚的叶先生啊，还有新泽西的徐女士，还有大陆的叶女士，还有台湾的蒋先生、华盛顿州的张先生和英国的梁先生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那么下面咱们就进入到这个观众问答的环节了哈，大家现在在旁边就可以打字哈，就是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可以这个来讨论，进入讨论环节哈。OK， 咱们现在呢，这是我团队给我发的哈，就是这个一些上个礼拜剩的这个会员问题啊，就大概还有一个问题。天老师好，现在年轻人有很多都不愿意生小孩，而中国传统有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而无后被解释为没后代是不孝的行为。而今年我从家族接下编写家谱的工作，经研究后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家族谱系系统是维系道德的主要力量。由于是代代相传，所以人人生怕行恶的记录会让家族蒙羞。其中进一步考证出无后的意思，应是让晚辈无法写事迹，因为晚辈不能骂长辈，所以恶事不能写或简略带过。我家谱被名列第一位的是八仙蓝采和，他无后代。理由是，若家族有人修炼成神或被封神，那是最高的荣耀，所以名列第一，超越帝王将相。田老师，您对中国历史极有研究，因此要请教您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说法是否还有其他见解？不孝有三，其实呢，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有三是什么东西哈，无后为大。那另外两个是啥啊？就是不孝中除了无后，还有另外两个是啥？其实第一个呢是这个叫阿义取容，献亲不义啊，就是说，你的父亲啊，或者是比如说你家里边的人，他们想做坏事儿，你呢就以孝顺为名啊，放大他们的这些就是这个恶念啊，然后的话去逢迎他们的这个想法啊，帮助他们把这个坏事儿给干了。这个呢叫做不孝啊。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这家的这个爹很凶狠啊，他有一个仇人啊，他想把这个仇人怎么算计他啊，然后呢就是把这个仇人干掉啊。咱们假如说咱们就是这么胡乱举例子哈。那么作为儿子呢，他知道这个爹用的这个方法非常的不光彩啊，但是呢因为他爹想干，那他就以孝顺为名啊，帮助这个爹把这个事儿给干了。我们假如说哈，这个实际上在表面上看来他对他爹的服从是孝顺，但是实际上呢，在儒家真正看来的话，这是不孝。这就叫做阿义取容，献亲不义啊，就是你去帮助你的亲人去干坏事啊，这个是第一不孝啊。大家不要以为说无后是第一不孝啊，第一个不孝的话呢，其实是让你的这个祖先成全他们的恶行啊，这个是第一个不孝。第二个不孝的话，就是这个就是父母亲已经老了啊，但是呢你不出去工作就啃老啊。我忘了，好像父亲母老不为禄世啊，就好像是这么说的原文哈，我不记得原文，大概好像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父亲母亲都已经老了，干不动活，但是呢你却以孝顺为名啊，我就守在你身边啊，我就不出去找工作啊，我天天在家照顾你。这个的话呢也被认为是不孝。第三的话是无后啊，不孝有就是这个就大家说的这个无后为大哈，这个其实呢这个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啊，司马迁曾经讲过这么一件事儿。大家知道司马迁的父亲是司马谈，当时在这个汉武帝时期做这个太史公嘛，在这个汉武帝元丰元年，就是当时汉武帝他是因为到泰山去封禅嘛，所以那年的年号改为元丰。在元丰元年的时候呢，汉武帝要离开，他当时都城在长安嘛，离开长安到这个泰山去封禅，就到等于是从陕西到山东去。那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呢，作为一个史官，如果能够见证封禅的话，那是这个可能是几百年才会有一次这样的盛世。所以司马谈呢，跟着这个汉武帝这个封禅的队伍走到河南洛阳附近的时候，司马谈身体不行了，他就这个病倒了嘛。病倒了，其实他当时很快就要死了。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司马迁这时候是30多岁了，正好是从西南夷出使回来，
在洛阳的附近就见到了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当时握着司马迁的手，他跟司马迁讲了一番话哈，就是他说我是太史啊，他说我是想这个写这个一部通史，但是呢我没有来得及写啊，我就要离开人世了啊，我希望把这个事情交给你。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看我的那个《笑谈风云》哈那个系列，或者看我的秦汉史系列的话，可能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哈。但是实际上就是司马谈那个时候跟司马迁讲了这么一件事儿，他说孝顺呢哈，叫做始于事亲，忠于事君。最高的成就，始于事亲的话就是对父母孝顺嘛，忠于事君的话就是这个忠是中间的忠哈，就是对父母最基本的孝顺是听父母的话，那么中间比这个好一点的话呢是作为一个忠臣。第三个他说对父母最大的孝顺，孝之大者是什么呢？他说实际上就是要这个青史留名，光宗耀祖。他认为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对，就是一个人对祖先孝顺的极致。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不孝哈，就是这个阿谀取容、献亲不义啊，那父亲母老不为陆氏啊，什么无后为大人之类的啊，这是不孝。那孝顺的话呢，就是真正能够青史留名啊，干一番事业，这个是对家族最大的荣耀啊。所以这个是司马谈对于孝道的理解。大家知道啊，就我看这有人在这不断的发愚忠愚孝，你是不是不满意是吧？忠孝是吧？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哈，其实儒家呢反对愚忠愚孝啊，儒家对愚忠愚孝是非常反对的。我在这个秦汉史啊，就是现在在这个我们竞权会员网，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视频下方的那个链接啊，竞权会员网上做一套秦汉史嘛，其中就前面那个秦汉史上啊，对这个先秦诸子的哲学做了很独特的解读，其中提到儒家这个对孝道的看法啊，就是所谓的愚忠愚孝，其实是儒家坚决反对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儒家喜欢愚忠的话，孔子为什么要抛弃鲁国，周游列国呢？对吧？那你愚忠的话，你应该死死的守住鲁国的国君，对吧？你应该死谏，对吧？你为什么要抛弃鲁国的国君，出去这个跑到这个其他别的国家呢？所以儒家他是反对愚忠的啊，非常反对愚忠。儒家也反对愚孝。给大家讲个故事哈，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做这个曾参嘛，曾参的父亲就叫曾点啊，曾点就大家就知道这个那个孔子当时和一些他的弟子什么子路啊、曾点啊什么之类的，就有一个对话说，如果给你们一些权利的话，你们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曾点说啊，我如果要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就希望能够有一些知己和我在一块儿啊，然后呢这个洗洗澡啊，然后呢在风中跳跳舞、唱个歌什么之类的，然后呢这个一边唱着歌一边高兴的回家啊。孔子说哦，我很喜欢你的这个想法啊，这个咏而归嘛，就是唱着歌回家。这个其实这个曾皙呢，他字典哈，他姓曾名皙啊，就是指这个姓曾名典啊，字皙。这个曾皙呢，其实对他的儿子下手还是挺狠的啊。有一次呢，这个曾参呢耕地啊，结果呢把他父亲的一个陶罐子给锄地嘛，给打碎了。打碎了，这个曾皙呢就拿大棒子就打这个儿子，呢觉得这儿子怎么做事情这么毛手毛脚，结果一棒子把这个儿子就给打晕了啊，把这个曾参就给打晕了。打晕了以后呢，后来曾参就慢慢醒过来，醒过来之后的话就回家了嘛。回家之后呢，当然他知道爹打完自己，爹可能也很后悔啊。然后的话呢，就故意在自己的房间里边弹琴唱歌啊，表示自己没有事儿。然后这个事情呢，后来就被孔子知道了。孔子知道之后就非常的生气。然后这个曾参去见孔子的时候，孔子告诉门人说不许曾参进来。曾参也很纳闷，说这不是孝顺吗？对吧？我爹打了我啊，然后呢，这个我为了安慰我爹，我没事我还弹弹琴、唱唱歌什么之类的。孔子就说，如果你爹真的把你给打死了，你们家里边他的儿子打死了，你想你爹自己他会多后悔，对吧？而且他打死你的话，他对于这个国君又怎么交代啊？他把自己的儿子给打死了，他说这不是你爹干了一个很大的坏事吗？对吧？对这样的坏事的话，你怎么能就这样就是不但不加以阻止，不加以这个劝诫啊，反而的话呢，好像还通过这种弹琴唱歌的方式去纵容你父亲做这样的事情。他说我没有这样的弟子啊，这不叫孝。所以你从这个故事就可以知道哈，其实儒家反对愚孝啊，儒家呢也反对愚忠。所以你会看到孔子讲当时叫殷有三人嘛，殷有三人的话就是说当时纣王那个时候哈，就是有3个人，孔子认为说
这个箕子、微子、比干都是可以称得上儒家的仁爱啊，仁爱的话算是儒家的一个最高的道德价值了嘛。但是这3个人对于昏君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比干是死谏，孔子说这个很好啊，很了不起啊，我认为比干做得很好。但是呢，这个箕子佯狂啊，就箕子装傻，微子去之啊，微子逃跑，这个事情在孔子看来的话，他觉得也很好。所以就是说，并不是遇到国君之后的话，你一定要死谏哈，那就是其实有一种愚忠的感觉了。所以其实儒家既反对愚忠，也反对愚孝，包括孔子自己本人也是嘛。一看哦，这国君这个这个怎么回事哈，是吧？这个无法劝谏啊，这个都干脆连这个祭祀之后的话，鸡肉都不分了，这个国君已经没啥希望了啊，你就不能劝谏了，这孔子不就离开了吗？所以实际上就是对于愚忠愚孝也不是儒家所提倡的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啊！你看到凡是讲什么愚忠愚孝啊，你都会知道那就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啊！共产党他就把这个人呢，就是这个解读成为就是古代的这个文化解读成为所谓的愚忠愚孝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共产党所宣扬的，儒家讲的东西也不是共产党的那种曲解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要把它这个事情说明一下。哎，大家我看好像都没打什么问题哈，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地方提问哈，就是有问题的话咱们可以提问。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再看一下哈，这个下边一个问题，这个还有下面一位朋友问说这个芬太尼是什么？与吗啡、大麻、冰毒的区别如何？有合法的医疗用途出口之说吗？没有啊，这个芬太尼的话，就是因为没有医疗用途出口，没有合法的用途，所以呢，芬太尼的出口一定是非法的。芬太尼比吗啡、大麻、冰毒的这个毒性要强得多。在这个芬太尼出现之前，最强毒品呢是海洛因嘛。那个海洛因一旦这个上瘾之后的话，就很难戒掉。鸦片可能还能戒一戒哈，但是这个芬太尼你上瘾了之后的话是没有办法戒掉的，而且因为它毒性太强，所以你注射一点点的话，就可能会造成人的死亡。这就是为什么芬太尼在美国的话，它是成为我忘了是25岁到50岁、35岁到50岁美国人死亡的第一原因啊，就是吸毒而死。而芬太尼的话，它是中共出口，中共就前段时间《华盛顿邮报》有一篇文章嘛，就是美国国会经过调查，不是《华盛顿邮报》，是 National Review 啊，是这个国家，那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国家观察吧。那个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媒体啊，它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保守主义媒体。他当时刊登了一个国会调查报告，64页的调查报告。这调查报告里面提到呢，说这个中共啊，不光是生产芬太尼卖到美国，而且对于芬太尼的出口，中共还有退税，而且中共还有生产这些芬太尼的这些毒品制作公司的股份。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美国你这个中年人死亡第一原因就是芬太尼，而中共的话，他在不断的往美国输入芬太尼之后呢，还给这个芬太尼什么出口退税补贴呀，然后中共还自己有这个毒品公司的股份呢，就跟当年他们在南泥湾种鸦片一样嘛，跟当时在这个延安种鸦片是一样的嘛。所以实际上中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把毒品输出到美国去，那每天好像我忘记那个数字是500人还是700人死亡啊，在美国造成。你这个跟对美国发动战争有什么区别，对吧？只不过你没有用枪用炮，用的是毒品嘛。布林肯这个礼拜他会到中国去访问哈，会跟习近平严肃的去提出这个问题啊，就关于中国毒品出口的问题。这个习近平去年在 APEC 峰会上和拜登见面的时候，明明是跟这个拜登已经说好了，说要禁止毒品，但是现在国会还有这么一个报告啊，就说习近平在给芬太尼出口提供补贴啊，然后呢还这个拥有这个毒品的这个利润，中共还要分润啊，就是还要靠这个挣钱。
然后又大量的杀死美国人，所以中共讲的话，其实跟他谈没什么用啊。我觉得美国现在最聪明的就是做法，就是赶快能脱钩尽量脱钩，完了之后把产业链都转移出去，差不多的时候一刀两断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你不要相信中共讲的任何话啊，没有什么，中共讲的话是没有任何信用可言的。你看他对香港还看不出来吗？对吧？把香港弄得现在已经给弄死了，什么一国两制已经成为历史文件了，说50年不变，25年就把香港干死了，是吧？所以中共讲的话是完全不可信的。OK，下面一个朋友，咱们我这个小编再往这边这个拷贝大家的问题哈。天老师好，口内传说王岐山逃跑了是吧？请说说，这个不可能。王岐山作为一个正国级的官员，他是中央警卫局时时刻刻看得死死的，他就不用说逃跑了，他想跟谁见面之前的话，都得中央办公厅批准，他根本就没有行动自由。这些人哈，你别看他副国级、正国级，一旦退了休之后的话，跟他们被软禁没有任何区别。他们说我想去海南度个假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不能离开北京超过我忘了3周还是1个月的时间，而且都得到中央办公厅报备的。你今天见了谁，跟谁说了什么话，都得去报备的。这个绝对不是说王岐山想跑就能跑不了的，他跑不了啊，没有这样的机会啊。OK， 下面一位朋友问，我想问问张教授，20号晚上23点，北京和唐山以及甘肃酒泉出现火流星，请问张教授这预示了中共快灭亡了吗？这个事儿我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报道哈，我觉得这个流星出现的这个机会很多哈，这个是不是预示中共灭亡的话，我不会占星哈，对不起，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办法给您一个这个肯定的回答哈。OK， 下面一位朋友问，政治一定会腐蚀人吗？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在辩论的时候都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当选后可能也会做一些灰色的事。另外，像川普跟拜登个人品德方面都有缺陷，我们应该了解品德不好的人的书吗？我们应该为了了解敌人而读马克思主义宣言吗？一个政治人是不是更难做一个好人？这个事儿是这样哈，政治哈，它是需要妥协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只能这样讲哈，我只能是说，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是不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本意去做的。就像这一次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麦克张森哈，他在硬撑了几个月之后，还是就俄乌这个战争的对这个乌克兰援助的法案进行了表决。之前他是多么的坚定啊！他说，如果美国不通过一个边境安全法案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就乌克兰的援助法案进行表决的。他现在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表决？其实我觉得就是2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的话，我觉得他终于聪明了，他认识到了，如果不援助乌克兰的话，就不是往乌克兰送钱的问题了，就可能会引起更大范围的战争，而不得不把美国的大兵、美国的活生生的美国人送到前线去。他终于明白了这个问题，然后的话，他觉得我们还是得援助乌克兰。川普之前他也说，我们为什么要援助乌克兰，对吧？欧洲出钱我们不管。现在川普自己他都改变了他的这个看法，说援助乌克兰很重要。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形势比人强啊。川普，如果你真的想赢得共和党的这个选举的话，就在大选中让共和党赢的话，如果你不援助乌克兰，就是一个丢失选票的一个重要的漏斗，就很多的这个选票就漏出去了，就漏到民主党那边去了，或者很多人根本就不出来投票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川普也好，或者是麦克张森也好，他们只能够向现实低头。我是讲这个原因哈，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根本就是超出你的控制之外，你是撑不住的，这就是叫做形势比人强嘛。所以在当时凯文·麦卡锡下台，麦克·张森上台的时候，我就讲，我说其实麦克·张森是撑不住这个事儿的，他挡不住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一个原因。这是第一个原因哈，就是这个形势比人强。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刚才说这个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终于聪明了哈，他终于明白了援助乌克兰对美国的重要性。第二的话就是他也得为大选啊，为这个选票考虑。所以呢，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他们会在辩论的时候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但是大家要知道哈，美国它是一个3权分立的国家，它不光是立法、行政、司法这个3权分立，它同时也是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3权分立。所以它实际上是等于是可以画出9个格来哈，就是因为每一个联邦也好，州也好，或者是地方也好，每一个这个级别的政府，它都有立法、行政、司法这么3权，所以实际上就像一个9宫格一样啊，这九个方块。
所以美国的权力这样分割以后呢，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级的权力，他们想做什么都是能做的是非常有限的，就你能做的调整都是非常有限的。你要想调整怎么办？唯一的方法是改变美国全民的素质，改变美国全民的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嘛。如果全民都是保守主义者，那么他们选出来的议员也是保守主义的，他们选择的法官也是保守主义，他们选出的政府也是保守主义的，他们就可以在这些方面达成共识。如果不是改造美国的民众，让美国人都变成这个，比如说回到这个犹太基督传统啊，或者恢复对神的信仰啊，你靠一个总统在9宫格里边，在这个九块这个9宫格里边，川普只占了1格，他能够为所欲为吗？他根本不可能。大家看，有的时候看到川普哈，我在2016年当时在看川普做出那些选举承诺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兴奋的。我觉得啊，川普上台了之后的话，很多事情就好了。但其实你等到川普真正上台的时候，你看他第一任期他到底做成了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权力制衡，就使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放开手脚的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包括川普说我想这个就是把这个深层政府挖掘出来，我觉得真的谁要相信川普真的能做到的话，我不是说川普没有这样的意愿和决心哈，我是说你要真能相信他做到的话，那我觉得你对美国的政治真的还是缺乏了解的，对美国互相之间这种权力制衡还是缺乏了解的。就像川普他当时想禁止非法移民，然后有一些这个恐怖主义国家，他不让那些人来美国，马上告到联邦法院，联邦法院马上说这个禁令现在先不能执行啊，我们不得打这个官司，一拖就拖你1年半2年的时间。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在美国他能够为所欲为。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他可能会说一些你听起来特别顺耳，可能会让你觉得哦，如果他上台的话，那这个我很喜欢。但是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到这个事情？你需要对美国的这个政治有起码的了解，然后的话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所以你不要相信他承诺什么，比如说我承诺减税啊，或者我承诺什么什么东西，有些东西他是可以做决定的。那比如说川普上台第一件事儿是，大家记得川普上台哈，2016年当时川普上台的第一件事情是这个 Keystone 那个输油管，川普当时以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这个批准了这个输油管线的这个建设。拜登上台第一件事也是这个，通过总统行政令的方式终止了这个 Keystone 输油管线的这个修建嘛。这种事儿的话他是可以做的，小事儿他可以做，大的事情他想做，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把川普当成一个神来崇拜，觉得川普他就能够为你做一些让你感到特别痛快的事情，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呢，这个总统候选人在辩论的时候说一些这个大家爱听的话，到底能做到，他能做到什么？这个没有那么容易。而且就是说，比如说这位朋友问说，当选之后会做一些灰色的事儿，肯定会做灰色的事情，他肯定会和不同的这种政治实体之间有 deal。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哈，就大家知道这个以色列哈，在中东当时这个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他不是有一个就是以色列和那些穆斯林国家建交的那么一个协议嘛，叫做亚伯拉罕协议哈，就 Abraham Accord 亚伯拉罕协议。因为呢，就是说不管是基督教也好，还是这个伊斯兰教也好，他们都共同承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呢，这个在基督教中，他就像是一个就是像一个圣人或者像先知哈，就这么一个角色。那伊斯兰教也认可，那这样的话，等于是在亚伯拉罕的从他的这个点啊，就是他所存在那个时代来看的话呢，等于是从亚伯拉罕分出了这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回到亚伯拉罕的话，就是我们回到共同的祖先，在这儿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所以就把那些中东的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建交这个协议的话，就称之为亚伯拉罕协议。后来大家知道了哈，巴林呐，这个摩洛哥呀，这个像这个阿联酋啊，他们相继和以色列建交嘛。那现在拜登政府呢，在竭力的推动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就是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建交。沙特阿拉伯是穆斯林世界的老大，基本上来说，中东那些海湾国家，当然除了像伊朗这种非常极端的这个国家之外哈，其他别的国家基本上来说都看沙特阿拉伯的态度。
那他们再看沙特阿拉伯，当年这个穆罕默德创教就是在阿拉伯半岛嘛，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的沙特阿拉伯。当时中国把这个地方叫做天方嘛，大家知道那个天方夜谭哈，就指的就是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所在的阿拉伯半岛上的那个传说嘛，1001夜嘛，就天方夜谭。那个，所以沙特阿拉伯由于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就是它是等于是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产生的地方、创教的地方，它又国土面积又非常大，所以呢，它在这个穆斯林世界就起到一个就是大家都跟着那个大哥的那个作用。如果沙特阿拉伯能够和以色列建交的话，其他别的那些国家，基本上我觉得除了伊朗之外，都会纷纷跟以色列建交。这样的话呢，以色列就会和穆斯林国家关系就正常化了。那现在呢，这个拜登在推一个什么事儿呢？我看到的那个华尔街，我好像看的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吧，要求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也就是让巴勒斯坦建国。现在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啊，不承认巴勒斯坦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让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的存在。因为以色列认为巴勒斯坦一直是想干掉以色列的，他觉得巴勒斯坦如果承认的话，那个巴勒斯坦可能再把以前的那些巴勒斯坦的土地还给巴勒斯坦的话，对于以色列自己的国家生存又变成了一个重大的威胁。所以呢，以色列大部分人超过一半的人，他们是不承认巴勒斯坦这个国家的。而且现在以色列在加沙在清除哈马斯，清除完哈马斯之后的话，这个加沙地区到底应该怎么办？你是交给原来的这个就是巴解组织呢，就是交给这个现在巴勒斯坦的这个实际约旦河西岸的这个控制巴勒斯坦的这个实际的控制权力是在巴解组织手里，叫法塔赫嘛？你是交给法塔赫呢，还是怎么办？如果你交给法塔赫的话，可能又会重演法塔赫被哈马斯赶出加沙，完了加沙又跑到哈马斯的手里，怎么办呢？现在这个美国在推动一个计划，就是由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别的阿拉伯国家联合驻军在加沙地区。这样的话，这些国家因为他们对以色列没有敌意嘛，那么他们就可以控制哈马斯的扩张。法塔赫干不过，现在沙特阿拉伯或者其他别的国家，约旦什么之类都在这驻军，就把哈马斯就给压住。压住之后的话，那以色列就不会再有来自于加沙地区的威胁了。这是拜登现在想的这个方法哈。换句话说，就是他想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这个问题上和美国妥协，换来什么呢？换来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建交。建交之后的话，那中东国家他们就承认了以色列，以色列其实也就安全了。这对于以色列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妥协。比如说你是内塔尼亚胡，你知道国内一半以上的人不认可这个，那你作为一个总理的话呢，你又有这个行政权力，因为外交部归你管嘛，那到底要不要跟沙特阿拉伯建交？到底要不要承认这个巴勒斯坦它的这个独立国家的地位？这就是一个妥协。大家知道吧？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你是不喜欢的，但是呢，在这个形势下你要权衡长远的利益啊，包括比如说对你的选举是不是有利啊？对于国家长远的安全是不是有利？你在权衡这些东西之后的话，最后做一个决定，这就是政治上的妥协。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一个人当了国家的总统、总理的话，他可以这个不受约束的放开手脚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这样的好事儿。就包括习近平，他虽然是个独裁者，是吧？大家知道，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中国一言九鼎。你想他，为什么今天要白纸革命？不是今天这个他要动态清零啊，明天的话白纸革命之后他就放开了，然后在今天的讲要搞内循环啊，明天他又去跟那个什么耶伦呢，或者是跟那个什么拜登、布林肯见面，要谈这个跟美国的合作问题，要引进外资啊什么之类的。为什么？因为形势比人强啊，就是你再有权利的话，也有一些你的权利无法操纵、无法左右的事情。所以你说习近平想真的完全闭关锁国的话，你芯片就没了，对吧？你的能源供应，你的大豆什么之类的，你买不了大豆了，对吧？那中国这个人这个食用油怎么办，对吧？养猪，中国养猪大国，那些豆渣要养猪的，那猪也养不起了，然后这个食用油也没了，你怎么办？粮食也不够吃了，你怎么办？所以你是不可能闭关锁国的。
所以你是不可能闭关锁国的啊。所以就是说，这就叫形势比人强啊。你想干的事儿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就把它干成，是不可能的。政治上一定会妥协，每一个国家领导人最后都会有政治妥协。那有些妥协的话，他可能就违背了，比如说某些法令啊，或者是违背了某些这个就是当初的这个选举的承诺什么之类的。但是真的是没办法，那违反法令的话，要不要为这个你做出的决定来负责任呢？没有。如果你要是为国家利益考虑的话，当你做出一些表面上看来就是跟法令有冲突的时候的话，作为总统来说的话是有豁免权的。也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虽然好像跟法律有抵触，你可以告我，但是我作为总统来说的话，我有豁免权。在我当总统期间，你不能告我。等我不再当总统的时候的话，那咱们再说，在法庭再打官司啊，可以再打官司。但通常来说，在美国这样一个政治传统上，现在很极端了。川普下台之后的话，被这个左派追杀。过去通常来说的话，对于退休总统的话，都是有礼遇的。一方面他们本人根本就不会告，第二就是如果真告的话，在任总统会通过总统特赦令，就是把这个事情停下来，不能再追究。这就是每个美国总统，不光是美国总统了，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他一定是在桌子底下有很多很多的 deal 的，跟别人，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达成的交易的，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至于说一个总统他的这个个人品德有没有缺陷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拜登跟川普两个人都有缺陷，是啊，但他俩都有缺陷的话，那你最后你也得选一个嘛，对吧？你选哪一个能够对于美国最有好处，你就选哪一个呗。所以我觉得在政治上，大家不要求全责备哈，没有一个完人啊，没有一个圣人，也没有任何人上台能够完全满足您对这个社会的期待。所以我就经常讲，我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得靠自己，就是你能够为这个社区贡献什么，你能够为这个国家贡献什么。同时呢，就是你能不能通过你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来进行更广泛的公民教育啊，让更多的人能够承担起公民的责任啊，真正做一个这个有道德原则，同时又有判断力，能够不被那些花言巧语的政客所蒙蔽的那样的公民啊。然后呢，在充分了解各个候选人的他们的黑点啊，这个污点啊，和他们的这个优势，他们的这个好的政策、坏的政策，这个基础之上做出你的选择，这就是一个公民的义务。然后呢，这个你能够把这样的东西能够传播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能够成为这样的一种合格的公民，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能做的啊。所以，我刚才讲美国的这个权利啊，这个划分的话，就像那个9宫格一样，是吧？除非是让美国整体的人民的素质变好，否则的话，你靠选举的话，其实不能够真的扭转这个社会下滑的这种趋势。OK，这个咱们也聊了57分钟，咱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吧哈。提问：别人当老大是让小弟们冲锋在前，自己躲后面；美国是自己冲锋在前，花钱又吸引仇恨，其他小弟们躲在后面。欧盟 GDP 远超俄罗斯，尤其是德法，他们给乌克兰提供了多少武器？伊朗援助俄罗斯，以色列为什么要在乌俄之间保持中立？朝鲜援助俄罗斯，韩国为什么要在乌俄之间保持中立？如何才能够让这些墙头草承担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大家其实我很理解这种说法哈，就是为什么美国冲锋在前，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知道吗？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是和这个国际秩序紧紧的绑在一起的。美国花900亿或者600亿援助乌克兰，你觉得花钱花的很多？如果美国不援助乌克兰的话，美国损失的是什么？美国损失的是国际上的领导权，美国损失的是在国际上的这种威慑力。普京一看，哦，我打乌克兰，美国不敢吱声；习近平说，哦，那我打台湾，美国也不敢吱声。可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美国所损失的钱的话，那就不是几百亿了，可能几万亿都不止。而且就是说，之所以大家这个用美元在就是国际贸易中作为这个首选的这个结算货币，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强大的这个军事力量，然后呢，美国有一个民主制度，有一个相对来说稳定的政府。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钱呢，它其实是一个主权信用的表现，就是大家对你的政权有信心，他对你的钱就有信心。因为现在发行的这个钱叫做主权信用货币嘛。
我对你一个政权有信心，我相信你这个国家的这个实力，相信这个国家的信用不会赖账，然后你发行的钱的话，我才相信。这叫主权信用货币。如果美国不能够在维持国际秩序这个问题上挺身而出，美国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军事威慑力，美国等于放弃了对于国际秩序的维系，那就是国际社会变成一个丛林社会，那就别再想有什么做生意的事儿了。美国也放弃了这个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信用。大家如果不拿美元作为一个结算货币的话，你想美国在全世界的金融霸权又怎么能够谈得上呢？美国它又怎么才能够拿这个美元结算作为一个去制裁其他别的国家的手段呢？这种情况下，美国损失不是几百亿啊，我觉得几万亿、几十万亿美元的话都是有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看到麦克张森挡住乌克兰援助法案的时候的话，我对他非常的不满意。我觉得这个人太短视。对于那些认为美国应该执行孤立主义政策人的话，我觉得他们太短视，他们根本就完全不懂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他们都完全不懂。所以有的时候你和他们真的是很难站在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同高度上去和他们去谈这个事情。就是你讲这个他不听，他不懂，他就去做自己那种非常激进、非常极端的决定。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认为说美国是这个花钱招仇恨哈，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当美国花这个钱的时候的话，他对自己这种权威的树立，远远不是他花这点钱能够买得到的。所以也就是说，当你在算这个损失收益比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这笔钱花的还是值得。麦克张森只说了一句话，他说：“哦，他说我们不想把美国的大兵送到前线打仗啊，让他们这个失去生命，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花点钱吧。”他只是讲了一点点。真正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讲美国为什么要必须维持自己国际的地位啊？因为这个对于美元在国际上的信用，美国在国际上的这种威慑力啊，对于这个全球化时代，对于这个国际秩序的维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美国没有办法，就是 we can't afford to lose it 啊，我们丢不起这个东西。现在麦克张森可能都后悔了，你就应该早就几个月之前你就应该这么干了，对吧？所以他现在才干，所以是这么回事哈。所以其实我在判断一个事情该不该做的时候，我是超越左右的，我不看这是左派的政策还是右派政策，我看这个事情这个政策到底对美国有没有什么好处，对美国的现在跟长远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啊？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判断，我们不是跟人，也不是跟党啊，我们看的就是这个政策本身，我能不能做出作为一个公民有素质的公民做出的判断。好，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聊了1个多小时了。那如果大家对这个频道觉得不错呢，就是咱们这个内容觉得还挺不错哈，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传播给更多的朋友。最后还是呼吁大家去订阅和观看我们竞权会员网的内容啊，因为呢现在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收入的来源了，就是我们这个团队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好了，那么咱现在就聊到这儿了啊，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